如果可以穿越，你想回去哪个朝代？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的首选一定是盛世大唐。公元712年，李隆基在太极宫登基称帝，拨乱反正，励精图治，终于迎来了唐朝的极盛时代，开元盛世。开放包容的氛围让大唐的经济和文化飞速发展，无论是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，还是诗歌、书法、绘画，都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卓越成就。而我们本系列的主角历法也即将迎来大唐天文史上的巅峰。点赞关注，马上开始，系统梳理中华文化，给你真正文化自信。上回说到唐高宗时期，李淳风的麟德历实现了科学上的大跨步，是一部相当优秀的历法，可终究还是包含着误差。几十年后，日食推算屡次失误，唐玄宗就诏令僧人一行改历。为什么改来改去还是总有明显误差呢？其实一路看下来的朋友可能发现了，过去几百年的改历基本上都是历法家在玩弄数字，只是做些琐碎的数据变化就称之为新历了，很少有依靠长期观测的。既然是开元盛世，那新历也得符合盛世的气质，这次要改就改得彻底点。于是就在异性的强烈建议下，在唐玄宗的大力支持下，公元427年，南宫岳的人进行了全国11个地点的天文大地测量，主要是想通过观测日影记录太阳轨道的变化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次的大观测竟然还有意外收获。他们破出了一个沿用了800年的谬论。事情是这样的，那是几乎在所有人眼里都有一条最基础的假设，日影千里差1寸，就是说在南北方向上一根8尺表每移动1000里，日影就会相差1寸。这是盖天说宇宙模型的基础，也是许多浑天说学者的推理出发点。几百年来，人们一直都把它当作真理。然而随着观测技术的提高，南北朝时就有人发现不对了，只是这数据尺度太大，没有大量人力物力支持，根本无法证明。于是就到了盛世大唐。这次的天文大地测量选取了南北方向上的4个地方，用多段绳子相连，在地面上直接量出了这4地的距离，然后与日影做比较，发现距离才500多里，日影就已经差2寸了。这就是由谁都没法辩驳的事实，彻底推翻了日影千里差1寸的传统假设。这样一来，以此为基础的盖天说就全面崩塌，而浑天说则依据更准确的数据得到升级，成为了中国古代关于宇宙结构的权威学说。关于盖天说和浑天说，我会在以后的第6篇章宇宙理论里再讲解，敬请关注。经过了如此多的准备，积累了大量观测数据，一行终于开始动手改历。开元15年，大衍历草成，可哪知一行却在这时突然逝世。为了延续大业，唐玄宗又命丞相张悦和历官陈玄景继续完成。2年后，大衍历终于正式颁行。这是一部拥有了全新精准实测数据的，考虑了月行持极、日行持极、五星持极，应用了定数法和定气法，引入了岁差计算，发明了不等间距2次差内差法，规范了历法变算结构，吸收了自西汉以来所有天文发现新成果的集大成之作。后世形容了数百年之久也没有重大改进，是绝对配得上盛世大唐的唐历之冠。然而它就不能成为中国古历之冠，为什么呢？且不说后世还有个更优秀的，其实大衍历本身就有个很大的缺陷，问题早就从它的名字中透露出来了。大衍，什么是大衍？周易系辞传中说，大衍之数50，其用40有9。大衍就是来自易数中这所谓的大衍之数，天地之数。易行对于天下有深刻的神秘观，把艺术的语言引入了历法。比如他把所有日月五行运动周期分数的分母全都改成了3040。他说这说是同五行生数、五财生数、天中之机、地中之机、二章之机、二微之机等等这些艺术推演而来的，如此就具有了人神之极的意义。嗨，哪有这么神秘啊？
实际上这数据就是通过科学的观测计算得来的，分数全统一成一个分母，只是为了让计算更方便罢了。什么大眼之术、人神之极，根本就是异形的牵强附会。过去也有不少这么干的，最有名的就是西汉的刘歆，他的三统历也是这么被染上神学色彩的。在他之后的天文学家其实在逐渐远离这条路了，但异形大眼历这次却故技重施，甚至还升级版本，简直就是科学上的倒退。不过这一切放到历史背景中就好理解了。唐朝宗教兴盛，唐初把道教定为国教，武则天又让佛教成为第一宗教，唐玄宗更是遍注儒释道，让三教共同发展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无论上层还是下层社会，都有一种偏好权力的倾向。而僧人一行，他本身就是考究密教的高僧，又学识广博，通晓儒经，还精通历算和星占，他的大眼历自然会深受神学影响。在大眼历看来，历法的精度是可以不断提高的，但天象就是无法完全预测的。日变修德，月变审刑，这都是当政者要遵循的圣人之训。如果没有这些异常天象的指引，人们又如何得知上天的意志呢？正如大眼历日原文写道：不然，则皇天何以因治下民，仅误人主哉？所以开元12年就发生了这么件事，大眼历推算出了2次日食，结果这2次日食都没有出现。异形就说这不是历法的错误，而是唐玄宗的德行感动了上天。就算是在这样一个科技文化大发展的盛世，神学还是在迫使科学向自己低头，实在是一种悲哀。历史进展到这里，唐朝已经改了3次历了，包括上期说的戊寅阴元历、麟德历和这次的大眼历。其实呢，唐朝造的历法远远不止这3个。往后数数，唐朝290多年间，一共建造了16种历，而实际实行的也有9种。一个朝代就改了9次历，这可是亘古未有的。从传统上讲，改征朔、易服色此等国家大事，那都是要等朝代更替才能做的。从前汉的太初历到后汉的四分历，都是依据这个理念。魏晋和南朝也基本遵循了这一传统，一朝只有一个历法。可在少数民族大融合之后，北朝就开始不一样了。北魏有过3次改历，北周也有2次，继承北周统一天下的隋朝也改过2次。可见一朝一历的观念已经逐渐崩塌了。唐穆宗时期甚至变成了一世一历，换一个皇帝就要改1次历法，所以才有了如此频繁的改历。然而造这么多历又怎样呢？安史之乱后，大唐的气势就一去不复返了。像开元年间那样大规模的科技文化活动已经不可能再有了，就算改历再频繁，也只是在大眼历的基础上小小润色罢了。不过其中有一个历倒是很值得一提，唐穆宗时期颁行的宣明历，虽然只是在日食计算方面取得了一些小进步，但它在历法史上的地位却很高，因为它超级长寿。大唐从长庆2年用到了景福元年，一共71年，是唐代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。关键是这期间它还被日本的清和天皇推行，从贞观4年一直用到贞享元年，一共823年。在朝鲜也从918年高丽建立就开始用。虽然中宣王曾经改历，但日食交时还是用的宣明历的方法，直到高丽灭亡也没有变。算起来，在朝鲜一共用了将近500年，所以对日本和朝鲜来说，宣明历可是影响了几十代人生活的重要历法。而对我们来讲，它只是中国茫茫历法大海中的小小配角，甚至经常被人遗忘，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根本没有用上。中唐以后，藩镇割据，中央的历数已经不能遍及全国了，老百姓可能根本不知道有宣明历，而靠天吃饭的人们又离不开历数，没办法，老百姓们干脆开始自己编历。那时候雕版印刷术也已经在各地流传了，这一直被封建政权垄断的天文历法也就从此进入了民间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公元780年出现的曹世伟的伏天历。
他比较大的成就有2个，一个是望分日法。上期说到李淳风把分数数据的分母都变成了1340，刚刚又说到僧人一行把分母变成了3040，都是为了方便历法计算，但他们都还差了一口气。曹世伟这次直接把分母变成了10000，那就相当于把分数全都变成了精准到小数点第4位的小数，这就大大减去了繁重的计算工作，还让天文数据的精确度提高了不少。另一个成就是上元今年，曹世伟延续了南朝袁嘉历的历元设定，直接以显庆5年正月雨水为历元，一举消掉了数十万以上的鸡年。那极其繁琐又玄乎乎的上元终于被废除了。总的来说，伏天历主打的就是一个简洁实用，虽然官方的历法家根本看不起它，还贬称之为小历，但它非常受老百姓们欢迎，从晚唐、五代甚至一直到宋代，在民间流行了好几百年。另外，民间还出现了许多伪历，应该是在伏天历的基础上做的。这些伪历不单单记录了节气朔望，还增加了一些迷信的历注，尤其是印度的新占术传入中国后，七曜吉凶之说就在历书上甚为流行。这其实也跟安史之乱之后民心不稳有关，社会动荡，生活难以得到保障，人们只能寻求这些东西当作心灵寄托了。隋唐五代又十国，大唐之后又是几十年的分裂割据。后晋、后周、前蜀、后蜀等等各个政权其实都自己编过历法，但都没有什么改革，而且大多都已失传。更有价值的是，他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地方和民间天文学家，为中国天文史的下一页宋朝篇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先总结下今天的笔记，下期我们再去看看跌宕起伏的宋朝故事。我是国风学子木子欣，记得关注，一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。